今天来到武汉周边的一个叫朱冲水库，这个水库呢有接近100亩，实际上是一个黑坑水库。老板在里面会放一些那个翘嘴，供大家钓友在这里钓。当然，这里面有可能也会钓到青鱼，所以这个水库环境还是非常好。今天选的一个钓位是靠近这个柳树旁边，这个水库离武汉比较近，玩的人也比较多，而且水库老板人挺好，这就是水库老板。由于这个水库线杆8.1米，所以我今天用的是8.1米的千川里这个杆子就是抛头会比较方便。然后呢，我是钓翘嘴，所以我选用的子线很长，大概有1.8米到2米的子线对折绑好的一副子线。当然，这个子线的钩距按道理来说它应该在1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我今天这个钓点我准备钓离底，因为这个钓点大概只有3米深左右。所以我们在钓翘嘴的时候，一般是在水特别深的地方去钓的话，我们都会钓半水。但是对于水深在3米以内的，我们一般会采用的方法是钓离底。所以在钓离底的时候，我钩距都不是特别大，大概在5公分到6公分左右。因为钓离底有可能还会钓到一些底层的，比如说草鱼啊、青鱼啊这样之类的。今天采用这个玉米来钓翘嘴在这个玉米钓翘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在这个玉米窝料里面削一部分这个新鲜的这个市场上买的这个玉米。削这一部分玉米呢，第一来就是这个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这个新鲜玉米鱼也挺爱吃。在这个玉米窝料跟它一对，一样一半，这样两样一对的效果就是：第一，这个诱鱼效果比较好；第二就是也节约一下成本跟钓友节约一下成本。每抛一竿打个10几颗，钓饵就采用这种瓶装的这个钓饵好，我们开始去钓鱼。做钓的时候，先用这个浮漂找到一个大概的底，然后定好位以后，我们就会用勺子打这个玉米，打一点窝，也不用打多，大概打10勺子左右前面5勺子你可以打满一点，后面5勺子你可以打半勺子。哇，这附近底下这全都是别人钓鱼的线，都挂上来的。这看来这里有大鱼钓翘嘴一般的钓玉米的话都是甩大边这种甩大边的钓法，那么这个浮漂的克数就不能太少了，一般的都会选这个5克、6克、7克这样的浮漂。因为翘嘴可能个体比较小，但是它在那个吃玉米的时候，它的动作是很凶猛的它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它都会拖着走。开张啦，第一条。哇，这翘嘴有点大呀。这么大个抄网，我这哇！今天第一尾翘嘴这么大，这1斤多，快2斤了。哎呀！连杆了哎呀，这个小一些。第二尾
这翘嘴真的还可以。这个钓翘嘴就是要不停的抛头，你每抛一竿下去，你就要打一个小勺的窝子。你刚开始钓的时候，它可能是半天没有来鱼，但是翘嘴一旦来了以后，你可能会连竿。有口了，都是小的，吃一口就不吃。来了，哎，空了，这么好的信号打空了。现在这个有蛮好的一个信号，它打空了。打空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玉米挂的比较大啊，所以我下一竿我就把那个玉米上去以后，用剪刀把它剪一下，剪小一点，剪小一点，它的空竿可能会就好很多。我来试一下啊，把它剪到一半。哎嘿，不喝茶也不喝酒，把抄网拿过来噻。抄网啊，你可以说了，抄网啊。这剪刀一剪一下，马上就中鱼了。其实这个翘嘴对于那个玉米来说，根本这么大的翘嘴，多大的玉米它都一口吃下去。关键是它现在这个鱼有点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玉米要搞小一点。我现在2.5的线，如果要换成1.5的线，中鱼率还高一些。哦嚯！这把子线换小了一点之后，一口马上就打中了。你看呢，吃到喉咙管上去了。子线换一点小一点以后的效果马上就来了啊！1斤多。哎呀！啊！这翘嘴点子还可以啊。这第10条，这换了子线以后，就空竿就变得很少了。哟，上树了。这个时候不能这样搞，你如果再这样拉竿尖子，马上就断了。这个时候只能刨到远远的地方，越远越好。刨到很远的地方去，顶多子线断了，竿尖子是不会断的。因为这个时候竿尖子拉下来了，看到没有？竿尖子没事儿。如果你再进去，你就想把它一拉下来，这个时候竿尖子一受力，你一打，噔，掉下来2节，1节半，其他还在手上拿着的。我们钓了大概5、6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渔获啊，这现在大概10几条翘嘴。这大的大概有3斤多，小的大概也有1斤多，这个样子啊。这个大概10几条翘嘴，大概这个20斤鱼不到，10几斤。20斤鱼对于200斗来说，这肯定是已经轻松上岸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鱼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来钓上岸还是没有问题。毕竟这个翘嘴个体挺好，也这么大的鱼也好吃。也好值钱啊，所以有空这里离武汉市也不远，有机会还是可以来玩一下碰上天气好发鱼的时候，有可能钓100多斤。现在下午我们来到了那个武汉的府河，武汉的府河应该说是武汉钓鱼人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从那里到这里来，一共开了10几公里，沿路全部都是这停满了的车。每天可能有上千人在这府河里面钓鱼，因为这边钓鱼都是不要钱的，免费的，找一个位置真的很难。我们找了几公里都找不到一个树空里面能够进去钓鱼的。由于找一个钓位
需要上面能够扬竿扬得起来，因为扬竿扬不起来，那个位置再好，鱼再多也没法钓。所以扬竿要选择这里能扬得起来，然后前面又能够钓鱼，所以找个这样的位置很难，沿路都找了几公里。现在清理这个位置都花了半个小时。先削一点新鲜的嫩玉米啊。这个季节在这种野外钓那种草鱼、边鱼，这种新鲜的嫩玉米和那个打窝的那种玉米配合起来，它是又能节约成本，钓鱼效果也好。再兑一袋这个打窝的玉米，两样一兑，钓饵就是这个就可以了。现在大致的先调个漂，在调漂之前，最重要的是打这个窝子。现在用的是6.3米的杆长，3号大线，2号子线。由于这里不能甩踏边，所以飞线也飞不了。因为不飞线的话很难抛，所以我们采用钓定层抛投的方式。那么两个钩的距离就要非常大。为什么两个钩的距离非常大呢？因为下面都是草，实际上这以前都是草啊、树啊被淹过的。如果被淹过的地方，它可能有很深的草啊、枯草啊、树枝啊等等。如果你钩距比较小，打个比方，这么小的钩距，你可能两个都掉到草里面去了，鱼都找不到。这有可能这个在底下，这个在上面，所以钩距大一些会中鱼率高一些。两个玉米挂上去以后，浮漂是有1目到2目。我就把它再剪一点，让它高一点，高一点，目的是看漂好看一点。刚开始钓的时候，那个节奏你要打快一点，不然它这鱼不会来。这个位置鱼它也不存在是滑鱼，都是深口鱼，它只要一来，动作信号会很大的。而且我们打这个窝子的时候，如果看到水是从这边往这边流，你可以打在浮漂的右边。开始往左边走，这样。这扬竿一定要注意，只要竿尖子一顶到树上，很容易就断了。一条边鱼啊，大概只有半斤的样子。现在钓的大概是2.5米的水深，它吃的是上钩。一般像这种鱼，它都会吃上钩。如果一旦吃了下钩，估计就是大一点的了，那就是底层鱼。啊，打走了！因为刚才打了个空竿，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号像个火箭口一样往下一窜，我就感觉到这个鱼可能是比较小一点，所以我就把这玉米现在上上去以后，用剪刀把它这里剪掉一点，让它小一点。又中鱼了，还是那个小柳叶边，而且每次都是吃的上钩。这个符合我上一次钓的时候，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个武汉那个疫情。就是那个疫情期间，那个时候符合是在冬天嘛，由于中间只有很窄，大概就是20米、30米宽的一条符合，四周就全部都露出来了，是一个一个的坑，每个坑里面都有一些鲫鱼啊、草鱼啊、边鱼啊，都让大家钓。有的有口了，有的有路亚的选手，他还会在这里钓到一些桂鱼啊什么的。但是每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它就开始涨水，涨，一直涨到淹到后面这些位置。等这些位置一退出来，这里就开始可以钓鱼，一直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钓到冬天，甚至钓到第2年的春天。那真是休闲钓的一个天堂，不要钱。因为一般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在这个野外去钓鱼，我们该钓多深？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底都没有找。因为这里最少都有4、5米、5、6米深，很深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钓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钓一个鱼，
是钓多深是根据这个鱼的大小来的。像我们目前钓的这个边鱼，大概有时候1斤，有时候1斤不到，有时候1、2斤。这种边鱼，它喜欢待的层次都在1、2米左右，都在2米啊、2米5啊，最多3米的位置。所以你就直接钓那个水深就可以了。你看我现在下钩也中鱼，上钩也中鱼。唯独困难的就是这个旗杆，上面蛮注意，你上面一不注意，顶在树上去，杆尖子马上就断了。哎呀，这是现在钓的第4尾，钓了大概20分钟吧。后面它可能会快一点，因为这个诱鱼诱到位了以后可能会快一点啊。这里钓鱼唯一的要求就是对抛投的基本功有点要求，因为在这里后面都是树，你不能甩大边，所以你都需要这样抛投出去。因为鱼不太大，我每上一个玉米我就把剪刀把它削去，剪到一半，这样它中鱼率会高很多。又中鱼了，这个大一些。哎呦，哇，跳出去了，这个有1斤吧。1斤多。第6条啊，又是1斤多的。哇，这个好大！哎呀，妈呀，我看这个抄鱼真是难，你这个稍微用一点力，尖子就顶到树上去了。3斤不是有，2斤肯定是，像二稳说的话，2斤高高的。这个大吧，不是3斤2斤多。从这个边鱼的那个肚子来看，这里的鱼可以连续钓很多天。为什么呢？如果这里鱼密度很小，我们打出去这么多玉米，它应该肚子都是鼓鼓的，但是它实际上很扁，就证明吃的鱼太多了，所以这里鱼还有的钓。好小。即便是这么小的边鱼，我们都不要去提线啊，都不要去。你认为你的线很大，你会把这样一提着，让它一摆，只要一提着它一摆，你可能鱼提上来了，你下一竿的时候，你这个线就是板钩那个位置就受伤了，你再下一竿钓个大鱼，线就这里断了。3点半左右才开始钓的啊，然后钓了，现在是大概1个小时，1个半小时不到。钓了9条鱼，看一下啊！哎呀，这个大的应该有多大？哎呀呀呀！所以符合这个地方每天有几百上千人钓鱼，这是应该的。